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这次的台湾选举呢，其实美中之间呢也非常的关注。那台湾有没有可能成为美中角力的筹码呢？因为中国大陆呢正在展开一组这个马力，希望能够打一场这个台海局势的保卫战。这个呢是中国的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叫做刘建超，他说啊，他即将到赴美出席1.5轨的外交对话。那刘建超过去呢，他跑到华盛顿去了，进行中美沟通，是过去相当罕见也是少见的国家外事活动。那这次的目的到底为何呢？中央社就点出了说，这次啊，他去访美啊，主要分析是对美表达底线，表明他自己的底线。另外呢，美国之音也说啊，在台湾的大选之前呢，布林肯将会与中共的中联部长会面，就是跟他会面。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计划在12号在华府呢，会跟中联部的部长刘建超来会晤。那因为正好呢，13号就是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大选嘛，所以呢，美国正在持续的告诫中国，不要利用这场选举的作为来破坏稳定的借口。那现在美国会不会嘴巴上喊台海，那实际上会看哪里？看南海，会不会南海反而是他们下一个目标呢？怎么说？我们先看啊。炮口对准了中国的黄山舰，美菲8舰联合巡航，那2个中舰的紧盯，飞舰火大了。主要原因就是美国跟菲律宾2个国家在这个月的3号、4号举办了联合巡航，期间呢，中国的军舰尾随被菲律宾的官方拍下了这张照片。那中国内部呢，却掀起了菲律宾炮口对向中国的黄山舰，看得出来南海局势是有点紧张的哦。再来谈到说南海的这个风急浪高哦，德国外长说呢，中国大陆的扩张政策令千里之外的欧洲也感到忧虑。怎么说呢？德国的外长贝尔伯克11号的时候访菲律宾，他抨击中国呢在近期对南海的菲律宾船只进行一连串的骚扰以及危险的行径，已经引发了欧洲的担忧。那现在呢，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也出来讲话，他说南海的矛盾或是分歧是中国和当事国之间的事情，任何第三方无权介入。另外呢，因为这个区域紧张的升温的关系美国呢从珍珠港运的燃料抵达菲律宾，现在引发关注菲律宾的总统呢小马可仕他的章节指出，美国近来运送了3900万加仑的燃料到了苏比克湾，质疑这样举动是不公开透明的，因为根据夏威夷当地的媒体揣测，这个可能会用在支持南海行动。那是不是美国要点燃南海的战争呢？可是我们看到菲律宾的民间组织呢，其实是非常反对这件事情表达菲律宾不欢迎战争的燃料，而菲律宾呢也想要停止这样子的所谓的战争联盟。那现在联合早报也分析出传出菲律宾2大政治家呢家族闹分裂小马可仕呢跟杜特地会不会反目了？现在看得出来菲律宾的政坛开始传闻，马可仕家族呢跟杜特地家族呢可能政治结盟会垮台。那总统的小马可仕呢表态愿意跟前总统杜特地举办的这个会谈来分歧这个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消息就是说现在呢该国的政团有人在擅传，有人在煽动军人发动政变，而且呢，包括还有杜特地的反对者将矛头对准了杜特地那杜特地呢，这反驳这消息都是谣言，并且表示都没有看到当局有任何重大的错误，而且但是也并未在寻找小马可仕的替代人选这个消息呢来源就是来自联合早报的消息来源。那现在美国这个举动会不会让马可仕过去被推翻的事情再度重演呢？那现在呢，中国对美国是不是也是等于是两手策略？因为中美建交45年之后呢，现在北京频频对美国示好，专家都说了，两手策略来争取决战时间。因为针对中国，包括了外长王毅等人的外交官员呢，近日频频对于在公开场合向美国释放合作共赢的友好讯息，但专家就分析中国表面上友好，但实际玩的可能是两手策略，隐藏的战略意图，忽悠美国来争取决战时间。另外就有分析说，这个习近平分裂式的表演，收敛战狼外交来向美国示好，欲抓到美国、欧美之间的间谍因为习近平近来邀请了5万个美国青年来到这个中国大陆来做学习而中联部长呢也收起战狼外交的锋芒，对美国示弱。中国频频对美国递出橄榄枝，不过就在同时也没有停止在国内抓间谍。话回来，先请教亮哥，亮哥你怎么看？现在中美是不是也等于把台湾当做一个筹码角力战我一直都这样这有什么稀奇呢？我认为菲律宾那也是小马可仕
在向美国表示他有一些作为啦。是，事实上他国内恐怕反对的声浪是越来越大了啊。因为菲律宾事实上去年1月他是首访北京啊，那双方中菲也签了不少协议啊，是，结果搞了1年到现在没有执行任何项目，所以菲律宾的商界也很有意见啊。是，哦，所以因为杜特地的女儿是副总统嘛，所以才会传出，是不是要搞政变呢？啊，我觉得也不会走到那一步啦。可是就是说，有人就觉得不知道小马可是在干什么了。对，因为他如果要炒仁爱礁、黄岩岛，你也没有能力去处理啊，因为你菲律宾的国防预算啊，在去年只有32亿美元了，中国大陆是2500亿美元，差这么多，你到底要干嘛？是，啊，就不知道你要干嘛了啊。那你的海警船或者军舰跟中国大陆怎么打呢？就事实上每一个国家你可以有一些部署嘛，可是你这是完全不可能得到最后你要的结果的这种作为嘛。是，所以就不知道他要干嘛，又不是说中国现在就要对仁爱礁填海造陆，也没有说要对黄岩岛填海造陆，也没有说要立刻把他那个破船拉走，都没有啊。就你就不断这边跳，就不知道他在干嘛。就除了对美国做交代之外，真的找不出原因啊。事实上，菲律宾商界比较有名的报纸这个《马尼拉时报》啊，是，他写的文章几乎一面倒都在骂小马可仕了，就不知道他在干嘛啊。那我觉得这个坦白讲，你做任何的动作，你要有逻辑啊，没错，如何成功啊，那以你的海警船跟中国吨位落差那么大，那美国也没有真心要介入啊，不然为什么卡尔文森号没有来参加演习呢？对不对？而且美国现在在意的恐怕是这个月底或下月初，中美两国的防长会议啊，是，他真的会把你菲律宾当得很重要吗？所以就是这没有办法啦，反正有一些国家啊，搞不清楚自己的国家利益何在啊，然后再做一些不会有结果的事情啊。事实上，这个包括菲律宾，也包括韩国的尹锡悦也是一样。是啊，你搞到你现在跟这个北韩的关系这么紧张啊，那也不知道你如何收拾善后啊。这个我只能够说，反正就是庸人自扰啦。你搞出那么多状况，闹出那么多动静。你自己还不知道怎么收尾嘞，而且中国大陆事实上已经跟东南亚其他国家，大概南海行为准则已经讨论完了，现在已经进入第3版了，是，而且其他国家基本上大概都同意了，就只缺你菲律宾了，所以我不知道他怎么去面对那些东南亚国家啦。我认为这种东南亚国家内部的不同意见也会逐渐出现。是，接大使你怎么看呢？对，其实那个菲律宾啊，事实上内部现在的争执很严重啊，不是说就是说他们这个在闹，其实是有实际的案子，让杜特地忍无可忍。因为菲律宾的众议院啊，基本上去年底的时候，在提案要弹劾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就是这个现在菲律宾的这个副总统沙拉。沙拉事实上的话，他被人家指控说他动用了一笔机密预算，也不过1.25亿这个菲律宾披索，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菲律宾的众议院正要发动来弹劾他。那这件事情啊成案以后啊，当然幕后就有人会说，那马可仕为什么都不讲一句话？对，因为菲律宾的体制很奇怪，总统跟副总统是分开选的，他两个不是 running mate， 他不是搭档。总统选总统的，副总统选副总统，分开选的。那菲律宾只能做5年，只能做1任，不能连任。所以做副总统的，他就是下一任总统的最佳人选。所以沙拉是准备要做下一任的这个菲律宾总统的。那现在把他弹劾了，就把他政治生命把他终结了。其实那个时候就有说，小马可仕所以当时能够当选，是因为杜特地跟他已经讲好了。也就是说，先让你当总统，下一任当我女儿当总统，对。
然后我就把我的支持都给你小马可仕。所以小马可仕能够当上总统，杜特地的支持当时是很关键的。可是杜特地现在就觉得小马可仕是过河拆桥，那意思就是说不让他女儿，当时的承诺，那意思就是说不让他女儿将来做总统的意思。现在就把你用弹劾把你政治生命把你毁了。所以这个杜特地曾经就这件事发生以后，他就说他说如果他的女儿被弹劾的话，他将要重出江湖，他要出来选什么？他要出来选参议员，甚至他女儿被弹劾掉的话，这个副总统的人选他要出来再选。那所以他就是说毫不示弱啦。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争执。那另外一方面呢，你知道杜特地跟马可仕两个的对中国大陆的政策是南辕北辙的，是。所以杜特地对马可仕目前这个作为他是不满意的，他认为这个就是纯粹做美国的这个工具，对菲律宾本身没有任何益处。那跟中国大陆搁置南海这个无谓的争议以后呢，事实上从中国大陆引进大陆的一带一路那么协助菲律宾的基建，然后另外借助这个RCEP 这个特别优惠待遇那么大量发展这个菲律宾的农牧产品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他认为这是正办，而不是现在介入到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冲突里面。所以这两方人马，一个是什么？吕宋的最大家族，一个是南部的明达纳尔岛的最大家族。现在这两个家族不但有这个心结，这个相互怎么清算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政策尤其是对中国大陆政策南辕北辙。所以菲律宾事实上问题没有这么简单的，随时可能生变的。是永明姐你怎么看呢？我觉得菲律宾的这个问题当然有他自己内部的因素了但是呢，他的目前的情况也必须成为台湾的一面镜子，就是说我们台湾要不要把自己呢变成是说两大之中完全倾向一边，单方面押宝。对，单方面押宝。我觉得其实这次的选择就是。我觉得最讽刺的就是说，好像讲这个台湾要有自主性各方面的民进党呢，他完全就是在他任内丧失了自主性反而是他整天抹红整天泼脏水的侯康沛呢，是在这一次3组候选人中最清楚有战略分析，而且战略部署呢，维护台湾自主性的一组。那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因为我最后实在一点时间，很想再次的呼吁：是美国不是说我们相不相信他，是美国不是千手观音美国没有这种力量，说我一方面去搞乌克兰跟俄罗斯斗争，一方面我去支持以色列跟你中东这个阿拉伯世界冲突，二方面呢我又可以同时呢去缴获南海，又去这个来维护台海安全。美国人有这种实力吗？他就算今天真的是这个有钱的不得了，但是他也没有能力同时3方4方全力的在搞军事战争美国是没有这种能力，他真的不是千手观音。当他发现他不是千手观音的时候他就要来控制你，就要来干预你，就要让你来不能妄动。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这场选举呢，是不是战争与和平的恐惧选择呢？我们看到有一位同学他说他非常反对这个未来可能会上战场这样一个情况，来听听看他怎么说。我很反对，就是民进党就一直喊独立，然后害我们这些年轻的世代，搞不好就是他们一直去激怒中国，然后我们这些年轻的世代搞不好就要上战场，然后替那些民进党官员打仗，我就觉得很不甘心。我现在站在这个土地上，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也是台湾的人民。我认同这个国家，我宁愿替柯文哲打仗，也不会替蔡英文总统打仗。
我看到这位同学有讲到声泪俱下，他说他一直很反对民进党喊独立激怒中国，结果害他们这些年轻世代要上战场替民进党的官员来做打仗。那现在呢，包括了连这个曹兴诚出席活动致辞时，也遇到了激动的妇人呛瞎，说：“哎，难道我们小孩子要上战场吗？我们要让年轻人上战场吗？”这是曹兴诚被呛的一个情况。另外再看到的是说这个过去200年没有打仗了，现在呢，北欧大国突然警告，恐怕要爆发战争，要民众做好准备哦。另外呢，前几天包括这个卫星事件竟然现在可能也跟美国的航母袭击台湾有关系吗？但是美军急于拆弹，用2招来反制，拒绝配合演出。外交圈的人士说这次的国家警报恐怕跟美国的航空母舰原本规划10号要通过台湾的南端巴士海峡返回母港有关。但因为事发之后呢，美军基于不介入台湾选举为由，刻意排在菲律宾海的滞留多了24小时，等到11号呢，再全速前进，并且低调的通过菲律宾的巴厘塘海峡，为了避免跟美国航母在台湾制造成有心人利用的情况。那是不是现在美国也不太配合所谓的芒果干的演出了？现在这件事情呢，其实坦白讲，国防部也有发出声明，国防部说，驳斥这篇网媒的报道，说报道内容显然非事实。怎么说？他说，考量中共在9号火箭飞行的轨迹异常，空作部呢基于这个争取实效，保护国人安全，依照规定发布预警，那跟美国的航舰动向根本没有关系，并且直斥报道内容显然非事实。另外，包括现在民进党被呛下之后呢，现在包括有些演艺圈的人士开始慢慢来做表态了。先看到的是赖清德的部分了，赖清德抨击马英九提出相信习近平的说法，对和平有理想，但不能充满幻想，呼吁选民用选票告诉马英九你错了。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综艺大姐大张小燕，小燕姐呢，她出来表态，她说什么？最近在流传一段话。你有你的选择，我有我的美德，但我们之间的友谊胜过一切。不要因为选举而撕裂感情，选举是民主的象征，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看出来，这个张小燕现在也开始做一些表态了。而昨天呢，是不是也有人也开始要做些动作？结果被看到呢？这个是阿扁这个前总统陈水扁在他的脸书上po出了这张图，上面是一个眼睛，结果旁边写了个台湾的选择，这是不是要挺柯文哲的意思呢？结果呢，这个资深媒体人黄伟汉哥就分析了说，阿扁根本就不知道台湾的选择是柯文哲的口号，但是大家想说，陈水扁是政治精算师，怎么可能不知道呢？难道是真假不知道？那今天呢，同一时间，阿扁又再度抛出了他过去在2000年选举的时候的贴文，他特别还写出了几个字首次政党轮替的历史新页。这是不是要下架民进党的一个概念呢？所以像网友就说，政党轮替这4个字，阿扁很懂玩呐。所以呢，现在大家现在也来看说，这个包括过去阿扁的这个医疗小组召集人陈昭之说，只有柯文哲当总统才会特赦陈水扁，可是赖清德说特赦陈水扁是他一贯的主张。但问题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个阿扁过去在保他的儿子陈致中的时候，可是民进党也是把陈致中直接把他关到这个监牢里面去了。所以呢，陈致中后来政治路恐怕也会断掉。那现在阿扁会选择相信谁呢？另一部分呢，看到的是像这个现在蓝白现在不断的互喊这个国民党的侯友宜在向白色力量喊话。侯友宜呼吁不要绿白搞暧昧，政党轮替呢，蓝白要合作。这是昨天侯友宜抛出了这张文，他写给白色力量的同伴们说，剩下2天就要投票了，决定台湾未来的4年，你们的力量呢绝对是关键。因为过去有半年多来，我们蓝白两党的群众呢，虽然没有整合，但是我们依然坚持着共同的初衷，要实现台湾第4次的政党轮替。那现在呢，包括侯友宜他也质疑民众党要联合政府是要搞绿白合作，要弃蓝保绿吗？可以看出来，国民党态度呢是有点软硬兼施的味道在那现在包括了这个上次选举非常受到关注的向华强以及向太他们就说了，广传我们认错了，蓝白不合也要回台北投蓝，记得别投白，否则就白投了。而柯文哲呢，现在也开始有些动作。他说，柯文哲呢拍片来推荐蓝营的云林立委候选人丁学忠。那地方人士呢，引发了地方的一些震撼弹情况。柯文哲在短的影片里面说那个要翻转海线呢，让云林更好，也让下一代看见希望。所以呢，他推荐丁学忠的看法，这样我们可能可以吸到蓝营的选票呢。话回头来，先请教亮哥，亮哥刚刚那个学生看起来
哭得蛮真心的，而且好像也是讲出一些心里话，是不是这次战争的恐惧有在青年学子的心理上有些发酵？不，因为已经接到兵单了嘛，是1月25号要开始当兵，是我们讲的是义务役延长1年那个啊。对，那事实上，我上个礼拜还碰到 TVBS 的小编呢，他接到教召的兵单，连我们的员工也接到兵单。我跟你讲啊，现在的教召可不比以前哦。是，我跟你讲，这个美国教官也进来了哈，这个不管是教召或义务役训练都是非常严格的啦，很矜持啊。因为你也知道，美国人本来就是这个照来操课的。是，事实上，大家可以上网去找义务役1年52个礼拜的整个课程啊，非常的严峻啊。有菜单出来。因为我自己是海军陆战队的，哇我看了一下，比陆战队还要严厉啊！这个要下部队，还要做师演习等等等，通通都有了啊。那为什么会把台湾搞成这个样子？大家去想一想嘛，这个你去想一想，2016年马英九交出政权的时候，两岸是什么样子？是，那你再去看2024年现在两岸是什么样子？实际上我们在比选举啊，你往往就是看这个政权8年做了什么嘛，比如说你生活有没有变好？民进党做了很多宣传啊。说这个 GDP 有增加啦，对，可是为什么大部分的老百姓觉得他分到的不多？因为就是科技业的得到最多的报酬嘛，这大家都知道。是，还有金融业是。那一般人是服务业啊，服务业在我们台湾占了65%，比较无感的哈。就是无感啊，他生活还是相当困难啊，而且还有通货膨胀啊。我觉得就是。这个选举到了最后一天哦，大家就问自己啦：你有比8年前好吗？生活上的，那你现在面对的，如果是你是年轻人的话，你认为现在两岸的情势，你现在去当兵或者是教召，你是不是处于更大的风险之中？是，就是扪心自问嘛，问自己的状况嘛，那事实上我觉得。阿扁，你说他完全不知道台湾的选择是柯文哲的口号哈，我觉得这个我不太相信。当然，伟汉跟他很熟了，没有错。他昨天跟我刚好在同一个场，他立刻赖给阿扁了，说你写这个是要支持柯文哲吗？那我们伟汉我们阿扁本来就是政治大师啊，对不对？是，他当然知道有一些暧昧话。我坦白讲，他抱怨的不是特色啦。赖清德支持特色是真的，他是抱怨蔡英文不特色，可是他抱怨赖清德让更生人都不能参选，对，没错，他的儿子把他的儿子也搞死了啊，对不对？所以陈致中确实在这里，赖清德就是做得太绝了嘛，就是你没有成比例啦，这陈致中只是一个小罪啊，结果造成他一辈子都不能在民进党参选，这个陈水扁显然是有意见的，不断的贬家的政治路啊。我觉得这个你就看出来赖清德的决策模式了，就是你要对更生人做限制，你怎么会一刀切？对，切得这么粗糙啦，那导致很多人都无辜受害嘛。难怪要跳脚了。那这个就是他的决策模式了。我跟你讲啊，那这个也是为什么人家会担心的，就是说他有时候就是偏执嘛，独断嘛，我就是要这样哦。台南议会232天不进去是。违宪的，他就坚持不进去，直到李全教一审出来，他才进去。国家不能这样治理啦。是，永平姐你怎么看呢？首先啊，我不相信陈水扁这么精明的政治精算师啊，他会不晓得这些口号的意义。陈水扁是何等人呢？哦，你要讲说，经过了这么多年，在政治上有比他更聪明的人。我觉得很少人敢说他比阿扁聪明吧？是。好，那他嗅觉这么灵敏，他怎么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事？陈水扁在做什么事呢？他在帮忙柯文哲民众党阵营里面原本是绿底的票呢，没有办法回流民进党。简单讲，因为现在大家如果说接受了民众党可能最终不能赢的这个情况，那假设
这个民众党大家都觉得，哎，那他不能赢，我要去支持会赢的人的话，那有些会流向蓝营，可是有些也会流回绿营啊。没错。那陈水扁这一招在做什么？防弃保，就是他防的弃保不是阻止这个流向蓝营的嘛，因为蓝营的人本来就不喜欢陈水扁嘛，你讲什么，你越讲我越讨厌你，对不对？你最好不要讲话，看到陈昭姿就讨厌，那这种人本来就会流回这个蓝营嘛。是。那他用这种方式呢，是防止这个偏绿的民众党的人呢回到民进党身上，流回民进党。对，这也对于这个。赖清德的选票呢，陈水扁是有压制作用的。是。那原因何在呢？我完全认同郭正亮的看法啊，原因就是因为他堵了陈致中未来的政治路啊。因为阿扁现在在图什么？他特不特赦？我觉得他现在跟特赦有何不同啊？对不对？每天爬照、开直播节目、接受访问，什么都给塞嘛。而且脸那个身体越来越好，脸越来越红润，对不对？手也不抖了。对呀，什么都没有啊！你看对不对？我是不是说健康这么好？他陈水扁真正的希望就是陈致中嘛，他的独苗嘛，他怎么会希望陈致中只做议员呢？他还要他做立委，还希望他选高雄市市长。结果这条路被谁阻断？不是国民党国民党都不会通过这个，而且国民党上台还有可能去改这个法条。为什么？因为国民党的很多人也被卡住嘛，什么地方议员啊、议长的啊，他们的小孩啊，都被卡住啊。所以国民党上台，国民党会去修啊。可是民进党上台了以后，你好意思修这个法吗？是赖清德你的老板主张的耶，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就是要压低赖清德的选票，那希望呢让国民党有一线机会改这个法。是，接大使你怎么看呢？我觉得这个很明显他这个陈水扁最后表态就是在怎么讲呢？在主科嘛，我觉得对于赖萧事实上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对，那陈水扁有的扁迷这些扁迷不要小看那尤其在这个民进党的票仓里面过去号召力也是很强还是很强的陈水扁是有他扁迷的，西东很多他这个对他的扁迷会产生影响。那扁迷都在怎么样？都在民进党的票仓你看现在那个 PTT 还讨论说有没有任何一个台面上的人演讲能够超过陈水扁的？到现在还在讨论这个。对，他有他一定的辩论会也是被他翻出来讨论。对，他是有他的这个群众基础的啦。是。那所以他在这个时候最后一个出手，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垮赖清德的台。那我非常赞同，就是这个陈时中的政治前途被赖清德给毁掉。陈时中，因为陈时中那个时候，阿扁曾经出来澄清死谏对，他还找了很多法界的朋友帮他出来讲话，你记不记得？那时候闹得颇大的，那么基本上就是要保他的儿子，结果那时候赖清德，把陈时中把陈水扁看成空气。把他当作过气政治人物，所以以阿扁的个性，阿扁的这个锱铢必较的这种个性他就在找机会出手对，所以这一招事实上我觉得对这个将来如果说赖萧如果在这个重要的选区输或者整个选区输那他们要找陈水扁去算账。因为陈水扁这个基本上他怎么不会知道台湾的选择不是柯 P 的口号，而且这时间点还抛出这个政党轮替这个过去写的东西，对，里面都写得很清楚而且我一看台湾的选择就是这个就是柯 P 的口号我都知道用了这么久谁不知道，对不对？他基本上他是白嘛，就是说蓝绿不要被蓝绿给绑架。台湾的选择是什么？是白的，走中间路线嘛。是，所以这个已经他喊了那么多年了，谁不知道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陈水扁这个会造成可能就是那个板块移动的那个最后的几个小砝码，可是呢，它会造成大影响。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基本上这个阿扁还是政治精算师在该报仇的时候关键的时候就一出手就把他的仇人希望他把那个仇人让他怎么样，从这个
可能的有希望的名单上被他一脚踢下来。他的目的就是这个。是，好，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马上为各位介绍这也加入了节目来宾。第一位，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大家好。前驻纽大使谢文吉谢教授。旺哲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我们就看到现在选战已经倒数不到20小时了。现在谈到罗致政的话题，还是在这个网络上，甚至在政坛上持续延烧。可以看到今天早上呢，赖清德还帮忙罗致政来做车扫动作。罗致政呢拿着麦克风，那赖清德跟大家打招呼。那现在呢，这个案子到底怎么样哦？大家很好奇是跟总统的密话录音外流风波。那现在罗致政已经简单的回说，检调已经并案调查了。那至于呢这个身为私密影片的部分哦，他的太太呢陈亮仪呢也跟大众说他力挺哦。可是大家看到这个是他太太陈亮仪，他说啊邪不胜正，罗致政8年的努力为什么还要被抹黑受到影响？相信选民有智慧，也感谢所有的支持鼓励他们的大众。可是大家看这画面有点奇怪，是说罗致政怎么感觉在旁边有点嘻嘻哈哈笑开怀的感觉，也让网友有点酸说，难道绿营的老婆每一个都很会包容吗？那现在这个罗致政的这样的情况会不会便宜到叶元之呢？叶元之现在要挑战罗致政哦，他祭出了蓝白小鸡合作，来找来民众党来帮忙站台哦。他祭出了蓝白小鸡合作，找来了这个吴达伟还有李友仪一同站路口。那两人一同呼吁民众党的朋友在这个选区要全力支持叶元之，达成政党轮替，不能再让民进党一党独大。那现在呢，因为已经选前倒数嘛，现在是不是民进党的立委也有告急？那国民党也有些隐忧，可以看出来，白银现在看起来气势是比较高一点点。那立委选区的激战会不会？我们来盘点一下。现在呢，民进党说要喊国会过半，但是被蓝白夹杀。那赖清德又没有过往这个蔡英文的母鸡气势，近来呢，包括了蔡其昌啊、罗致政啊、苏治芬啊等重量级立委告急。党内呢，对于各路立委的选情，坦白讲都不敢乐观看待。那至于2024的大选最新看法，吴子嘉董事长说，是否翻转的决定在于这群人。这群人是哪些人呢？他说今天有这个老人家跟他说，他梦到了神龙摆尾哦，如果神龙摆尾就翻转了。现在就是完全决定在柯粉身上，因为柯粉呢都是年轻人，以20岁到40岁为主。如果搞到民进党要重新执政的话，跟中共每天吵架吵8年，台湾的 GDP 啊就不会成长，台湾的经济就没有未来。他的意思是这样讲。那现在他还讲说，如果民进党继续执政的话，台湾国家未来10年恐怕衰退，薪水搞不好10年都不会涨价了。那现在包括侯正营部分呢，可能也要注意一点，因为包括了凯旋院哦，现在外界也分析说可能会伤到立委选情，甚至会狂掉6席。那像党中央呢再吹3%来急救小鸡哦。地方的操盘人士坦言哦，这个凯旋院的事情呢，造成选民对国民党的土地啦、居住甚至世代争议都有点疑虑，连带使得55波的区域立委选区压力不小，甚至统合地方数据，原定这些立委席次56席，那因为凯旋院争议呢，直接怎么样下修到50席，直接掉了6席哦。那像国民党目前还在积极在催出3%的这个投票率，希望能够挽救7区的立委选情哦。因为包括像宜兰啊，甚至新北第10选区林金杰，还有桃园1选区的牛许婷，2选区的这个涂全吉，甚至还有这个台中的廖伟翔，甚至高雄的陈美雅以及这个钟义仲。总共7席呢，受到不小的情况。可是国民党怎么说？国民党说，这个凯旋院早在5年前哦，首度参选的时候呢，就已经被检验了。那侯友宜的太太呢，也愿意作为社宅，他们的判断是已经停损了，所以呢，对立委选群呢，应该没有影响这么大。不过这几天哦，谈到这个影响很大部分了，包括一些车接少接的情况，大家不还有印象吗？我们今天谈到说，这个赖清德到台中去做车扫的时候，频频被比这个到站情况。那现在萧美琴呢，陪同车扫的时候，也被比到站的情况哦。大家透过画面看到，这个民众甚至从这个小吃店走出来，看到萧美琴呢，就先比一个到站情况，看起来也是场子有点尴尬。因为前几天大家也看印象非常深刻哦，在这个台中的地方。这个赖清德也是这样子啊，一样被比这个到站情况，甚至还有人按喇叭来给他嘘声。可是到底会不会造成民进党选情会有一些被质疑的地方呢？话回来，先请教亮哥，像罗致政这个风波到底该怎么解？
我觉得罗致政这个是对他自己的选情影响比较大啦。是，那你说要外溢到影响赖清德或其他立委候选人，我觉得不容易。可是我认为一定会有影响，是，尤其是妇女票啊。那这个坦白讲是取决于叶元之的实力啦。因为我讲白了，4年前柯志恩跟罗致政选，还有一个吴达伟嘞。对，吴达伟是偏民众党的。对，那结果柯志恩在反送中情况下只输12000票。所以柯志恩是很强的啦。是，如果今年是柯志恩选，那柯志恩一定上，一定赢了哈，一定赢啊。所以这个是叶元之自己实力有多少的问题啦。不过他的策略是对的啦，就是说他要找这个李友仪嘛，民众党的，还有吴达伟来联合站台啊。那我认为会非常接近的。那这个就是本来2个人是有一定的落差啦。是。事实上，选举到最后一天是2个因素在决定最后的结果啦。第一个是各阵营的投票率比如说你说叶元之，那叶元之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联合支持他的投票率有多少？因为民调不等于会出来投啊。是，你在家里接电话不等于你去投票啊，对不对？那有一些是很积极的他搞不好还帮你拉隔壁的票，帮你多拉一票。对，所以事实上我知道美丽岛的民调，他还会做一个选票的推估啦。那基本上选票推估跟民调并不一致。因为各党还有或者是各选区有它特殊的投票模式啦。是。那比如说国民党它有黄复兴嘛，那投票密度就很高，那个投票率就比较高啦。那你如果看4年前4年前是反送中对。反送中是年轻人踊跃投票，可是事后我们来看，这个是洪永泰老师的研究就总投票率大概是接近75%，是，可是年轻人的投票率大概是66左右，还是比较低，比较低啊，还是比较低然后超过60岁以上的投票率是80%，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侯友宜如果是在老人票是得到比较多的支持。那他的选票就开得比较漂亮，这个坦白讲就是柯 P 的隐忧啦，是，就是说没有错，那个20到40岁支持他蛮热情的，可是票能不能开得出来？是，所以我才讲到第2个因素，第2个因素就是最后关键吴子嘉这个呼吁啦，所以你到底可以造成蓝白选票多少的最后的流动啊？神龙摆尾，对这坦白讲。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变数是郭台铭到底会不会讲话，我现在也不知道那这个叫神龙摆尾嘛，就最后一招事实上，你去看2000年那一次2000年那一次，最后阿扁是39.3%，宋楚瑜是36.8%，只差2.5%那连战是24%。对我认为连战最后被弃保流动的票大概也只有5到6%啦。就连战的民调本来大概就是30左右，那最后就是被弃保嘛，对所以你看连战这个流动就造成阿扁当选，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吴子嘉在期待最后一刻的神龙摆尾，那当然就是寄望于郭跟柯出来讲一些话啦，之类的，或者是选民自己有一些判断，比如说被吴子嘉这段话给说服了。说这个赖清德当选，两岸会蛮严峻的对，比如说你都看到《金融时报》都登了嘛，这个拜登还要派一个正式代表团过来，我觉得他们就是在铺陈，就是如果赖清德当选，他们要来稳定一下两岸形势啦，不然他干嘛先这个时候宣布？是《金融时报》因为如果侯友宜当选或柯文哲当选，我看。这个代表团不用来吧，相对稳定了不用来吧，所以他们就是担心嘛，就是1月13到520中间是不是会有一些状况事实上，美国还是想要稳住情势嘛，他不希望这个乌克兰还有这个中东之外又跑出第3个战场，对，那对他来讲这个压力太大所以这个吴子嘉这段话就是大家要深思啦，就是说。如果两岸不稳定，事实上我几乎可以预期了，就是如果赖清德当选，那个贸易壁垒调查第2波，我看大概就立即公布了。是，
而且大陆商务部都已经讲了，接下来就是那个关税比较高的，像纺织啊、机械啊那些嘛。那如果是侯友宜当选，那就立刻循 ECFA 的管道，大家来协商嘛。所以那个结果不一样是非常明显的啦。是永明姐你怎么看呢？首先啊，我觉得罗致政的事件哈，在最后这个阶段呢，推老婆出来，第一个绝对不令人意外。对。可是第二个呢，他对女性票的感觉又更伤害，因为大家就觉得说，女人真的过了那么多年，永远要沦于这种宿命吗？就是老公出轨呢，就要为了他的前途又哭哭啼啼的说我原谅你干什么的哦，就说特别是罗致政的老婆7年前已经来原谅一次了，7年后又要再搞一次，真的是蛮情何以堪的。那至于说他会不会有外溢效应，或许不会很大，可是我觉得对双北会有影响。双北有影响。对，因为呢，赖清德跟萧美琴在第一时间全部都跳进去罗致政这个事情呢，去拉他的手，然后强力的抨击，叫做中国介选。那如果他们当时就让罗致政自己去处理，把它当成是一个个别选区的私德问题呢，这件事情就不一定扩散。那你现在扩散了以后，我觉得起码对于这个双北譬如说比较知识型的女性呢，我认为对女性票是一定会有影响的，因为陈时中那个在选战最后阶段搂抱人妻什么的，那个很明显的对他的女性票到后来证明有伤到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不是只是罗致政，会让大家完全回忆起你民进党整个搞桃花党，包含那个赵天麟的搞小三这样亲亲风波，还是一个大陆女子等等，就这些事情呢，完全会造成选民的回忆那至于我觉得今天因为是最后一天了不管这个吴子嘉他是不是要用台湾那种比较喜欢传统民俗的讲法，什么神龙摆尾等等，其实我觉得到现在来说呢，大概决定明天结果的一个原因，特别是台湾是否安全、两岸能否和平的关键呢，真的在于柯粉的决定譬如说，就像这几天讲的，从下架民进党大家这种强烈的渴望来讲，那你投白是不是就等于白投那你投柯是不是就等于保赖那今天对很多民众来讲，我觉得他不分年龄层，只要比较关注台湾的命运，或者比较严肃型的选民比较珍惜自己选票，比较重视民主价值的这个选民，他会知道说，我这个票我投下去是偶像崇拜，还是说我等于成就了另外我非常讨厌的政党，跟我又要忍受相当痛苦的4年的未来，尤其那个痛苦呢，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讲，它是很实质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又收到了那个兵役兵役单1月15对不对？1月15，是啊，对，就说你又收到了这些部分，然后你真的。台湾所有人都晓得，不用再骗自己了。台湾没有前线或后方尤其征兵的这些，到最后一旦有事，通通都是送死鬼。那你真的逼到你自己，还有你的家庭，还有你现在就算30-40岁，你觉得不一定到你，可是未来的5年、10年的不安，你的孩子慢慢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都会作为最后选票的依据。那最后我稍微评论一下那个到站我这次也有去陪同一些立委候选人走基层，我倒没有碰到到站的部分。我非常惊讶的是，侯友宜跟韩国瑜不一样，他不是一个偶像崇拜型的，所以呢，我去走市场呢，我没有预期到这次大家对侯友宜的支持呢，超过我4年前我自己在选举而代表韩国瑜的热情。
当我看到那个照片，说那个正在洗头的太太顶着那个泡沫冲出来的时候，这么厉害。对，我跟你说，侯友宜个人没有这种魅力，他真的跟韩国瑜不一样，他没有这种个人魅力，所以呢，会冲出来这些人代表的呢，以及我在市场中抓着我在那边跳来跳去，跳来跳去。我跟各位说，真的有这样热情的，只有2000年时候的宋楚瑜。我有经历过那种热情，那个不是个人偶像崇拜，那是一种对于中华民国的国家未来的期许。那我觉得明天就要看这股气势呢，能不能让支持中华民国派以及两岸安全派的选民呢，有强烈的动机，全力出来投票，然后对抗呢，你现在觉得我要出来投民进党，感觉很不光彩，我自己去投就好啊，我要拍摄，我要拍摄有隔壁拍摄有别人那希望能够用这样子的强烈的热情，对比于无法辩护的8年执政的失败呢，用这样子来决胜负。是，接大使你怎么看呢？我觉得这一次拼到最后这个尤其蓝绿的之间的这个差距是很小的那明天这个蓝绿能够动员多少人出来投票是不是都这个扶老携幼然后尽量的劝说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都出来投票，投票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关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那现在看起来就这个绿营善用的最后的这种奥博现在看起来时间是没有了，可能最后一个奥博就是那个这个卫星变飞弹的这个事情。是，那卫星这个变飞弹的事情，事实上看起来是绿营是失分他不攻自破，不攻自破，反而失分所以最后我觉得就看就是投票率了，双方动员的能力。是，那就各个阵营是不是他的支持者所以要出来投这个，不管是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是不是能够再把能够拉的人通通拉出来，这个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因为现在各种感觉是非常接近，谁的动员能力最后出来投票人少，那么谁就可能没有办法当选。所以这个最后的努力那个就是说花了那么长时间要走出去投票。而且呢，把你这个家里面的扶老携幼，全家带去投票，一票都不要跑，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集中投票，另外就是集中投票。那我认为就是说这一次的选举，其实呢，结果会影响台湾的命运是天地之差。是，那如果说是这个台独的上这个掌台湾政权的话，那么光两岸之间我觉得不是吵10年是大概立刻很多地方就要摊牌了，那台湾这边的话，事实上我们会受到影响会比较大，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可能会这个股票市场房市还有就业率都会受到负面影响。说如果因为大陆讲过，他说台独跟和平是水火不容用的这个词非常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要再提一下我们选民我们选择的是一个和平的台湾呢，还是一个动乱跟战争的台湾？是，好，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